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上一集影片讲到，正式版工程师爆料被神秘光束攻击，曾经发报过人类跟外星人第一次交战，还留下证据。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我来说，很多人都想解开，世界上有外星人吗？这一个谜团总是能勾起大众的兴趣，我们只能透过像电影来满足我们的幻想。但不过也不是说一切都是猜测，因为有太多的不科学影片渐渐释出。而这一段影片声称是在美国51区拍摄的外星人访谈影片，影片开头写着几个大字“蓝皮书计划”。这15分钟的机密影片内容，记载了外星人跟美军，他们谈到了宇宙核战，甚至人类大灭绝。而这一段影片，它能帮我们解谜外星世界吗？ Would you like to know what you really are? I think I had a life here. What aren't you telling me? 电影情节当中，尖耳的外星人。The world has changed. None of us can go back. All we can do is our best. And sometime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is to start over. 又或是将地球屠戮殆尽的外星军队。一部电影都是我们对外星人的想象，但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种种的疑问。我们从网络疯传的这段影片开始解密。这段影片据说是在美国51区拍摄，曝光之后不断在网络上流传。影片一开始显示出来的是报告的首页画面，而在这上头其实藏有玄机。标题写着蓝皮书计划，这是美国空军为了调查不明飞行物而成立的研究计划，时间是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结束。这份报告上面的讯息也透露，这段精密影片有可能是在1964年拍摄。从上头的时间点来看，也刚好跟蓝皮书计划的时间范围对上。接着再往下，1B3 就是外星生物实体的简称，换个方式说就是3号外星人。不过让人更好奇的是，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暗黑的房间里接受审问，大大的头，瘦瘦的身体，讲的语言是我们人类听得懂的英文。根据网络上的说法，他就是外星人。Just like that. Because you're so smart, boy. 外星人开口说英文，甚至接受美军的访谈。对于外星人，对于未来，他一一给了他的认知，带来更多的问号。什么样的证据？甚至还提到了核武战争。So you know how the universe is created. 对宇宙给了令人震惊的答案。这位被称为外星人的他说不需要神，也不需要神话，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进化到不需要任何的信仰。到底外星人活在怎么样的世界？那么对于很多人类畏惧的死亡，他能给出什么答案？他给出了有别于我们以往的想象。他认为整个宇宙只有一个生命体，而我们都是宇宙生命体具象化的表现。既然生命的本体是概念，那么还来死亡之说呢？ Created. And why is it so perfectly made for us? 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宇宙。但你还记得吗？他说他们是人类核战幸存者的后代。关于核战这一题，他又怎么解？ Helps with nuclear war. 还出现了一阵让人睁不开眼的闪光短暂中断的审问，而且不止一次。他也不晓得，但却透露这个人宣扬政治宗教，结果引起社会的广泛批判。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率先发动核战，最终导致世界性的核战。阻止有可能改变未来吗？ So, if we stop this lunatic from blowing us up, we'll be fine, right? Stop him, we won't be destroyed. 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这段在网络上疯传的影片，有人相信，也有人质疑。但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够改变历史，也没有人能够对人类的未来，还有外星议题，100%的给出答案。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踏上了太空旅程。他说，在外太空往外看地球时，真美，但另一面却是他的脆弱。一切是多么的惊艳震撼。而贝佐斯的成功，或许10几年，你我都能进外太空，但别只想做美梦。要进入太空可不是这么的简单。你要待在一个无重量状态太空舱，承受身体不舒服，还有巨大的安全风险。而大家有太空梦，很大原因应该都是冲着有没有机会碰上外星人吧。这一点大家想太多了。或许不用在外太空，你就能见到外星人。这是一名前太空人接受访问时就说了，外星人或许就在你我的身边，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而这一段访问，他想带给世人什么警告吗？最有钱的男人，他离开地球了。And New Shepard has cleared the tower on her way to space with our first human crew. Go, Jeff Bezos! 这一趟旅程除了有全球首富贝佐斯，还有另外3名太空乘客，搭乘无人驾驶的新线波德号火箭，以时速3540公里升空。只要在飞行途中解开安全带，
就可以体无重力状态。在没有专业太空人的陪伴下，超越了海拔100公里、分隔大气层和外太空的卡门线，在历经约11分钟的旅程之后，可以重复回收使用的推进器，先是顺利回到定点，然后新希波德号太空舱打开降落伞，以时速16公里软着陆返回地球表面，就在西德州的沙漠地带。Welcome back, New Shepard's first human crew. 戴着牛仔帽和以前总是正装露面的形象，差很大的贝佐斯率先踏出新谢波德号，现场欢迎四起。My God! The most for me was looking out at the Earth and looking at the Earth's atmosphere. Every astronaut, everybody who's been up into space, they say this, that it changes them and they look at it and they're kind of amazed and awestruck by the Earth and its beauty, but also by its fragility. And I can vouch for that. 亿万富翁进入太空，写下民间太空旅程新的一页。旅客除了贝佐斯和他的弟弟马克，还有已经高龄82岁的前女飞行员瓦蒂，还有18岁的高中毕业生奥利弗。这两人也分别创下人类上太空最年长与最年轻的纪录，活力满满的太空妈妈更是因此人气暴涨。I was not nervous. I was just normal person going up into space, and that's what I wanted to feel. 其实已经80多岁了，瓦利依旧没有放弃他的太空梦，甚至花了20万美元买下维珍银河的太空旅游机票。这次获得贝佐斯邀请，一辈子的梦想，很期待终于成真了。I will say, honey, that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再来看看另外一名同行的18岁少年，为什么能够上太空？原来这个位置一开始是个不知名人士，以2800万美元的天价标了下来，但最后却因为行程冲突取消，这才让他雀屏中选。I am super excited to go to space and joining them on the flight. 戴蒙的父亲是荷兰投资公司的执行长，富爸爸帮热爱太空的18岁儿子圆梦。出了多少钱呢？外界不得而知，该也是天价数目。可以说我们抬头看到的浩瀚银河星空，在这近几年成为了富豪争相追逐较劲的战场。Are you serious? 虽然看起来太空旅行好像很轻松，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成为太空人，除了面对艰难的环境因素之外，还有可能直面未知生物的恐惧。The first British astronaut, and I live in the Richmond area. I've had one space mission when I launched in a Soyuz spacecraft on top of the same kind of rocket as astronauts use now to go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在镜头前侃侃而谈，他是今年已经58岁的海伦·沙曼，也是英国第一位太空人，搭乘苏联制太空船上到太空，执行为期8天的朱诺计划，进行医学还有农业实验，并拍摄英伦三岛的照片。退休之后，他到广播电台工作，还有教授科学。不过前阵子他接受访问，竟然惊爆外星人的存在。让不少人津津乐道，却一直无法证明到底是不是真的。但如果是亲身到过外太空的太空人讲出来，是不是多了几分可信度呢？ And the day's fantastic story. It says the first British cosmonaut, Helen Sharman, has said she believes aliens exist. It says she has claimed extraterrestrials could be living amongst us here on Earth. 宇宙中有数十亿颗恒星，所以也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存在。或许外星并不像人类由碳核弹组成，或许此时此刻就在你我身边，只是我们根本看不到罢了。而除了沙曼，还有别的太空人认同外星人存在，甚至还亲眼见过。 But also in the book you talk about how, for a moment, you thought you saw UFOs. It was hilarious, and in the daytime in space, space is black, the blackest ever imagined. One day I was looking out and I saw 3 lights flying in formation. 提姆·皮克说，过去在太空站曾经发现粉红色、白色的不明飞行物体高速通过太空站，那并非是人类科技所能办到的。 因此，他坚信外星人真的存在。Suggests the objects are not a part of any American military or other advanced U.S. government technology. And while there's no evidence of alien technology, it can't be ruled out either. 尽管成为太空人要面对许多未知还有挑战，但依然还是有许多人坚决踏上这条路。洋溢青春气息的少女，乍看之下跟一般高中生没什么两样，她却怀有一个远大梦想。 My name is Alyssa Carso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on Mars in 2033. 2018年，还没出社会，也还没上大学，才17岁的艾丽莎早就决定，自己的志愿就是要登陆火星，而且还不是随便说说。 A Louisiana teen is preparing to become the first human to set foot on Mars. Alyssa Carson has always dreamt of going to space, and now she is working to make that dream a reality. 蔚为雄赳赳气昂昂的飞行员，更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第一次出现未满18岁的培训太空人。
My end goal would be to become an astronaut and be on one of the first missions to Mars. 对上太空的执着让人 ASA 破格录取，甚至给她专属代号蓝莓。这一切要从艾丽莎小时候说起。一部专门给小孩看的电视卡通，其中一集的内容是故事主角幻想搭乘太空梭登陆火星探险。当时才3岁的艾丽莎看了之后，大受感动。Coming to me and asking me, had human beings ever been to Mars? And I explained to her that, we'd been to the moon, but not Mars. 2008年，艾丽莎7岁的时候，独自抚养，她的爸爸为她报名拉萨太空营，从此激发女儿对太空探索的热爱。从那年开始，任何和 NASA 有关的活动都可以看到妇女的身影。才12岁，就完成了美国 NASA 全部14个游客中心的护照计划，还是史上第一人。They're even more precise about who they want for that mission. So thinking about all that motivates me to put in the hard work now that I know to build up kind of a good resume that helps me stand out from others when I do apply. 上太空出任务需要特殊技能，小年纪的艾丽莎开始学开飞机，参加高级水肺潜水课程。太空营队的各项训练，她100%全心投入，还包括360度翻滚积水池、太空舱外作业以及太空任务当中最关键的模拟飞行训练。Cryo tank with a backup CW. Looking for the Freon pump loop switch. Flip that switch to the Bravo position. 2016年，15岁的艾丽莎又完成拉萨先进太空学院的完整课程，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员。Basically, everyone who's ever gone to this program either has a college degree, either has a master's, either has a PhD, or is working on any of those. So they're all a lot older than I am. 进行火星探险一定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太空人。认真的艾丽莎也学了各国的语言。你好，我的名字是。为了完成梦想，她还说自己在2033年以前都不谈恋爱，更以有兴趣的生物学来规划未来学业。I would like to go to Cambridge in the UK for my undergrad, and then for my master's, I would like to go to International Space University in Strasbourg, France, and then I'd finish off at MIT majoring in astrobiology. By the mid-20s, I believe we can send humans to orbit Mars and return them safely to Earth. 这个承诺让人 NASA 全力以赴，要在2033年把人类送上火星。到时候，也艾丽莎会跟太空营的成员肩负起登上火星任务。The Mars generation is the generation of today. It's in their DNA to become the astronauts to explore the red planet. So most of the astronauts are in their late 30s to early 40s before they ever fly for the first time. It appears on that path. It is definitely destiny working its hand that this kid is meant to go to Mars. 如果2033年向火星的梦想成真，艾丽莎将在2036年任务结束后重返地球，却也不排除就此在火星上殖民，离开从小相依为命的父亲。But if the only option was to go to Mars and not come back, then I would still want to go to push that further space exploration. That I'll hear, and I may not ever see her again. And that's the desire that she has in her eyes and her heart. You have to be there for her. 我们几乎可以说，就只专注在这一件事上。她被 NASA 破格培训，印证了有志者事竟成。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星际旅行也将不再只是梦想。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